Hey, what's good, guys? Welcome back！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影片呢，我们来讲讲 MW3 的最新 PS5 控制器相关设定。怎么今天讲话有点卡卡的？哦，没关系。如果你是 MW2 的玩家的话，你的设定呢，它就会直接带到你的 MW3，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多做什么控制。那如果你没有玩过 MW2， 你是新买 MW3 的新手玩家，这支影片呢，我就会教你所有相关的设定，让你在游戏里面会有更好的表现，更容易上手。那废话不多说，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赞。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留言在下方。最重要的是，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控制器。控制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好好的设定你的控制器的话，可以大大的提升你在游戏里面的表现，不管是对枪啊、瞄准，这个都是差非常多的。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反转 L1、L2 以及 R1、R2。那这个我是有把它打开，打开的好处是可以缩短你的键程。有些玩家可能不知道键程是什么东西哈，所谓的键程就是当你按下一个按键，直到你按到底，中间的这个时间，它就叫做键程。那我们可以把你手边的摇杆拿起来看一下，我们从侧边来看 L1 跟 L2。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L1 的按键比较短 ，L2 的按键比较长，所以当你按下按键，一直到你游戏里面的角色做出反应动作的时候 ，L1 一定是会比较快的。那这个键程短呢，简单来说就是反应速度快。那反应速度快在 FPS 游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 PS5 摇杆的话，可以把这个开启。如果你是使用精英摇杆，比如说 PS5 的 DualSense Edge 或者是 Scarf， 还有 Razer 这一种可以自由调整你 R2、R1 的键程的话，这个就不一定需要打开了。那我打开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我使用 R1、R2 是非常的习惯。所以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去选择。接下来是控制器震动跟扳机效果，这两个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掉，这两个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类比摇杆的稳定度。玩 FPS 游戏的时候，你的类比摇杆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PS5 的扳机效果很特别，这是 PS5 自己独有的，但是对于 FPS 游戏我们完全不需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掉。那接下来是无反应区输入，我相信有很多玩家到现在还不太了解这个选项是在干什么的，所以也都没有针对无反应区输入下去做设定。我们就先来看看。那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无反应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画面上右边有两个圆圈，那左边的这个圆圈有一个红色区块，这个红色区块就是无反应区。那左右就各代表了两个类比摇杆，左边就是左类比摇杆，右边就是右类比摇杆。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移到这边左操作杆最小值，它是35。当你的数值越小，红色的区块就越小，相反的，调高它就会变大。那你调得越高，就代表你的类比摇杆要移动的幅度需要更大，它才会做出反应动作。我们来测试一下，像我左边的这一个类比摇杆，我移动的幅度要超过这个红圈，也就是无反应区，我的左类比摇杆它才会做出反应。那另外一个呢，右操作杆最小值是7，所以我们基本看不出来它有红色的区块。那我们一样来测试一下，我只要轻轻一动，我的右类比摇杆它就会马上做出反应。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当你的无反应区数值越高的话，你的类比摇杆反应就会越慢。那在玩 FPS 游戏，也就是射击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时候呢，反应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次 MW3 他们增加了一个测试操作杆无反应区，就是可以测试你的摇杆类比摇杆有没有漂移。我现在都把它这个系数，我现在都把它弄到预设值。OK， 那预设值就是这样。左操作杆最小值10，右操作杆也是10，然后最大值都是99。我们就先来把这个测试把它打开，然后我特意找了一支有漂移的手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轻轻点，它就已经有点往左偏了，这很明显的就是已经有漂移的状况。
那有漂移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手把就不能用了呢？其实不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无反应区下去做设定。我们现在把测试关起来，然后左操作杆，找到左操作杆之后，我们往上调一点，像现在先来调个15好了，因为我刚刚看它漂移的反应还蛮大的。调到15之后，然后我再轻轻点一下我的左类比摇杆，范围有比较小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那我们再把它关掉，然后再往上调，调到20。哦，这样已经有比较稳定了，虽然还是有一点点。那这一次再把它关掉，调到25，还是有，没关系，我们继续调，调到30。OK， 现在就很稳定了，你就可以自由的移动你的类比摇杆，然后看看它的稳定度。只要当你放开类比摇杆的时候，它的水平轴跟垂直轴 X 跟 Y 都是0的话，这样就代表是正常的了。那像我现在右操作杆，它就是很稳定，没有漂移的状态。OK， 那这样测试就完成了。那再来左操作杆最大值跟右操作杆最大值，我们都把它调到100。然后 L2 跟 R2 的无反应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如果你是使用 L2 跟 R2 当做你的瞄准跟射击的话，它预设是13，尽量把它调到最低啦。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进游戏里面去看看，怎么样的数值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你用的最上手。OK， 那我们下一个是瞄准。水平操作敏感度跟垂直操作敏感度，游戏给我们的预设都是4。游戏给我们的预设都是4，我个人是用20，因为我现在是用 PS5 的精英摇杆嘛，那我有把类比摇杆加高，然后还有用了一个类比环，所以20对我来说目前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如果你是使用一般摇杆，然后也没有针对你的类比去做一些什么改动的话，我建议大家从6，水平跟垂直都一样哦，从6开始，然后慢慢的在游戏里面找到最适合你的敏感度。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段时间之后就调高一格。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6嘛，水平跟垂直都是6，那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把它调到7就已经算是高灵敏度了。那这样高灵敏度的好处是在你瞄准或者是遇到多个敌人在拉枪的时候，高灵敏度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就慢慢的把它调到最高。那再来举枪瞄准灵敏度倍率，这个就是当你在举枪瞄准的时候，像右边这个画面，你的左右上下的灵敏度。那有些人呢，可能因为在你举枪的时候瞄准不太稳定，你可能需要把它调低一点。但是调低有一个坏处是，你在拉枪，比如说左右都有敌人，你杀死左边的敌人，要拉到右边的时候，灵敏度倍率太低的话，速度就慢，那这个就等于你反应速度比较慢，这个就比较吃亏了。那我也发现，其实 MW3 跟 MW2 他们的举枪瞄准灵敏度倍率好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在 MW3 我是调到 1.25， 这是我个人习惯啦，所以大家还是自己进去游戏里面试试看，找到最适合你的。接下来瞄准反应曲线类型就使用动态，动态是最好用的，最适合大家的，标准跟线性都有点死板，所以这个其实不用解释太多，大家就直接把它设定为动态就好了。再来是目标瞄准辅助，这个我相信玩手把的玩家应该都有把它打开。那最适合新手或是一般玩家的话是预设或者是黑色行动，这两个是最好用的。精准跟集中的话比较吃你控制类比摇杆的技术，所以我比较不建议新手用这两个。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一般玩家的话，预设和黑色行动就已经很够用了。再来
那瞄准这边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来到下一个游戏风格，自动战术冲刺，这个不用多说，一定是把它打开的。再来是地面翻越，这个我建议大家把它关起来。有些人会把它打开，因为可能遇到遮蔽物啊、障碍物的时候，你直接类比摇杆往前按，然后它就是会直接翻过去了。这个我不太建议哦，因为你如果把它打开的话，打开地面翻越的话，你直接翻过遮蔽物、障碍物，有时候敌人就在你的面前，这样你就没有遮蔽物可以躲。那你一旦翻越过去之后，你等于就是毫无遮蔽的在敌人的面前，那这样就非常吃亏，基本上是必死无疑。滑行俯冲行为，这个我们稍微想一下，预设的是点击以滑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摇杆呢 ，PS5 摇杆按圈，按一下，它就是会滑铲嘛。那按住就是俯冲，就是往前一个俯冲，然后趴在地上，英文就是 Dolphin Diving。那有些玩家他可能不太习惯使用俯冲，他们不需要这种动作，很多人会选择紧滑行，因为你如果使用紧滑行的话，听说啦，我个人没有试过，听说是你在滑行的时候动作会更加的滑顺，但是你选择紧滑行，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使用俯冲。那我个人是因为这两个动作呢，我都会用，所以我就直接使用它的预设点击以滑行。互动装填行为的话，我都是使用点击互动，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了啦。再来是装甲板行为，你可以选择装备一片，或者是装备全部。那这个就是比较玩 Warzone 的部分，或者是你玩僵尸模式，还有之前的 DMZ 会用到的，按下按钮按一次，它就可以直接装备3片。OK， 那这边控制器就大概是这样。下一个我们来到图形，图形也是很重要的哦，像是后置效果这边啊，游戏画面动态模糊、武器动态模糊、底片颗粒、景深，这些其实预设它都是把它打开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必要。如果你是在意画面精美度啊，你需要有景深那种让画面看起来更漂亮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些都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在游戏里面的察觉环境的能力。因为像你如果打开游戏画面动态模糊，我们可以从右边的图片看到，你除了你的武器后面的景色啊、街景，它都是糊的。那在这么糊的状况下，当有敌人跑过去，你很容易就会漏掉。所以这个如果打开的话是非常吃亏的。武器动态模糊也是，你们都可以从图片看到，只要有看到糊的，我都建议把它关掉。唯一要打开的就是这个 Fidelity FX， 把它开启。你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下面这边你可以调整它的清晰强度，我自己是把它拉到100。接下来是视野 FOV，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的 FOV 调得越高，就等于你的画面更加的广角。我建议大家从100到120下去试，有些人如果调太高的话，玩久了会头晕，所以一开始还是不要调太高。那 FOV 调高还有一个好处是，你的角色啊，在游戏里面的移动速度看起来会比较快，注意是看起来，它不会加快你的实际在跑的速度，只是让你视觉效果看起来比较快，玩起来也会比较流畅。有一些玩家是喜欢这种感觉的，所以他们会把 FOV 拉到最高。那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进游戏里面去试。OK， 那再接下来反向闪光，我也建议是大家开启的。如果你没有开的话，当你被闪光闪到的时候，就会呈现一片白。那如果你把它打开，它就会变成黑色，就像右边的这张图片，它做出了2个对比。那黑光的话，看起来对眼睛比较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它打开。再来亮度，我记得预设应该都是50，但是在决胜时刻，它其实有些地图比较阴间的地图，你如果亮度调得太低，你会看不到敌人。有时候你的动态视觉如果不是那么好的话，亮度又不高，那会影响到你在整个视野啊。有时候敌人跑过去，你可能反而没发现，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稍微调高一点。那当然也不要调太高，如果调太高的话，你的画面会有一点雾雾的感觉。我个人是调57，那大家也可以自己进游戏里面去试试看。再来是音讯，音讯这个就还好，不会有太关键的影响。不过也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设置，我平常都是戴耳机玩，所以我都会选择重低音加强。重低音加强它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让敌人的脚步声更加的明显，所以就比较方便你听音辨位。
再来是字幕的部分，这边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全部开启。开启的好处会让，比如说你在玩僵尸模式啊，或者是之前的 DMZ， 它里面有一些 NPC 会给出一些指令，可能讲到一些任务的剧情，或者是其他相关。如果你没有打开，或者是有些朋友英文比较没办法完全理解的话，这个打开之后可以帮助你了解那些 NPC 它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再来是减少耳鸣，我这个建议大家打开啦。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戴耳机玩的话，有时候有一些音效啊，会对你的耳朵有造成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打开其实会多少有点帮助。下一个我们看到界面语言选择，颜色制定啊，这个要特别讲一下。这边呢可以让你选择你自己还有你的队友或者是敌方以什么样的颜色去显示。像上一代的 MW2 呢，就一直被人家 complain 说它的敌人显示的颜色不太明显，所以导致常常在游戏的时候会漏掉敌人，发现不了敌人。那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改你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接下来颜色滤镜也是给大家看一下，像是我自己都习惯用滤镜2啦，从 MW2 开始就是都用滤镜2。我忘记它预设是5还是滤镜1了，给大家看一下分别。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像，像现在这样是5，然后滤镜1，滤镜1就变得有点比较怎么讲，比较没有那么鲜艳，灰灰的感觉。然后滤镜2很明显哦，滤镜2就是比较鲜艳，看起来比较有生气的感觉。然后滤镜3就变得比较有点偏红色调。这3个我用起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滤镜2给我的视觉感受。然后颜色滤镜目标，它可以让你选游戏和界面。那当然我们就是2种都要嘛。OK， 那以上就是有关于 MW3 的 PS5 控制器的一些相关设置教学，建议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再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设置参数。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非常的建议你一定要针对类比摇杆的敏感度，然后还有像我刚刚影片里面讲到的那些设置下去做一下跟动。因为如果你只是照预设的话，在游戏里面的表现一定是不会好到哪里去。那如果你开始针对像是类比摇杆的敏感度啊、无反应区这些下去做调整的话，我相信对你在游戏里面的一些反应，然后还有表现都会有所提升。所以大家就赶快进游戏里面去试试看吧。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赞。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留言在下方。最重要的是，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一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gameplay 或者是任何教学，你们才不会错过。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吧。I'll see you guys later.